嗨，大家，我下礼拜五要回去纽约了，代表我已经回来台湾快2个月了。然后今天就是一个在桃园的家上班的一天，然后我想说记录的同时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回来的这近乎2个月，美国跟台湾生活工作的一些差异啊，还有我的感触。在这刚回来台湾的前2、3周啊，我真的有超多那种很不想回去纽约的感觉。因为跟纽约上班上课相比，我觉得台湾真的舒服太多了，家里什么都有人帮你准备啊，然后去办公室都是很熟悉的同事跟就是工作空间。但是大概到1个多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是时候要回去了，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太舒服，我觉得待久了我会习惯在某一个圈子里面。那我也觉得这不是现在的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吗？至少我觉得在回去纽约1年，把硕士念完，然后工作也告一个段落，然后我再想想以后到底要去哪里。对，那我这2周也是开始慢慢的为回去做准备，比如说上课上班的东西啊，因为就我去年的经验而言，我知道就是不能玩到最后一刻，不然刚回去纽约的时候就会有那种depression， 很留恋在台湾的一切，然后好像跟大家分开非常的痛苦这样子的感觉。对，所以这次学乖了，这次要先慢慢的开始渐进式的跟大家 say goodbye。我回来的这2个月，深深爱上了耳罩式耳机。我觉得戴起来啊，比 AirPod 舒服超多的。就是因为 AirPod 我之前戴都会用那个降噪模式，然后我觉得戴起来是真的完全听不到任何外界的声音。可是戴久了耳朵真的好闷哦，就是脱下来都会有这种晕晕的感觉。那耳罩式我觉得它虽然降噪能力没有这么强，可是我觉得也够，然后戴起来也舒服。但我觉得台湾的夏天在外面走路戴会蛮热的，所以我就是只有在室内有冷气的时候我才会戴。跟大家分享很好笑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公司最近有一个 APP， 就是可以把人脸转换到各种迷因上面。然后同事呢，昨天就帮我做了一个黑人问号的迷因，还有这个是一个女生在吃东西的。在桃园上班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没有会的时候偷溜出来吃冰，耶！所以我现在要跟我妈来吃桃园必吃的冰品，就是慢食堂，带大家看一下。29号是你下礼拜？哈，哪有人下洗头的？下几点？但是是吃，你们跟29号我也不在，我飞回去了，我都忘记。你对啊，我都吃这个哦，我吃叶黄素跟鱼油。对，我突然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我这次回来之后，就是觉得台湾东西真的变蛮贵的。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去一个地方买蛋饼，结果蛋饼加咖啡要130还140吧，我就吓到，然后摄影机也吓到。后来好几次跟朋友去吃早午餐的时候，或者是去餐馆吃饭的时候，我记得以前菜单可能250，就是对我来说算是偏高价位，但现在随便一间餐厅都是300起跳，我就觉得时代真的变了，东西真的也有在变贵这样子。然后我现在要来做礼拜天见面会的，就是 PPT， 我想写一些就是笔记，我才知道要怎么讲会比较好。我18岁的一个成长，18岁之后的一个成长路程，就是那种在路上偶尔会被认出来。因为我也并不是一个。雨停了，然后工作也忙完了，那我现在要去看我的外婆 ，Let's go。一个 APP 的公司，那个算是比较像顾问，有点像是我可能1个礼拜跟他们，对，就跟他们开几次会啊，然后。好。跟我等车啊，等我嘛。烂，我以为它是会排水的。很贵，太
就是好的，我已经吃饱饭、洗完澡了，而且现在外面又下了超级大暴雨。最近桃园跟台北真的好会下雨，我自己觉得回来台湾之后，还是有感说家人真的靠近非常多。即便我在纽约的时候，还是蛮想跟他们通话的，但我觉得这种在身边的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。而且我之前直播也有提过，其实我这半年以来有很深刻的一个体悟，就是我觉得亲情也是需要花蛮多时间去经营的，就是跟你要去经营友情或爱情一样，我觉得亲情也是需要花很多力气去维持的。所以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就是跟家人相处有关的问题啊，我现在会说，如果不曾想要花时间去了解或陪伴他们，其实我觉得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难有所进展的。我当然也知道每个家庭都有他们自己的状况，但我觉得花时间付出是一个必要的事情。这样好，那以上就是我在桃园的一天啦。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。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更多纽约分享的话，记得去追踪我的 IG。那 YouTube 上就是双周三会有一支新影片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